欢迎加入节目现场。我们持续要来看到的是93阅兵哦。好，现在已经9月7号了，但是93阅兵还是蛮多国家在讨论的。美国这边有关注哦，甚至美国媒体这边也有相关的讨论。我们赶紧大家来看哦。其实现在呢，美国媒体评价中国93阅兵哦 ，CNN 蛮主流的媒体哈。好，他对93阅兵的报道用什么字来形容呢？他用震撼跟担忧的情绪是占多数的。那 CNN 跟 NBC 将焦点就放在中国大陆的一些新型武器上面哦，包含核弹、道导弹啊，还有这个雷射武器等等哦。那确实看得出哦，中国大陆的精锐进出嘛，这个武器哦，所以 CNN 就说中国展现的先进武器哦，令人震惊，而且已经领先于美国，并指出哦，美国已经无法像80年前那样大规模的生产同等数量的武器。所以美国媒体也特别讲说，这个中国大陆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认知时代的武器系统了。这个是美国的富比士杂志网站哦刊登说中国的阅兵进入了认知时代的文章。他是说到93阅兵的武器系统范围之广令人惊叹，不仅凸显了中国现代化的规模，也凸显了自动化跟人工智能的整合到武器中的一个程度哦。所以有人是驾驶飞机嘛，例如像是新型歼35、歼15 DT 哦，将不再是单独的飞行哦，而是作为认知集群中心的一个节点。那歼15的 DT 哦，本身标志着中国认知电子战的一个能力深化。好，所以美国媒体现在已经看到了中国大陆的这个军事力量的崛起哦。那93阅兵更是打破他们的想象。好，那我们也看到了93现在有这个美中之间的军武大对决嘛，所以现在在这一次的这个93阅兵当中，多款的新型武器就首次亮相嘛，包含一些无人的潜航器啊，或是小型鱼雷哦，这个具备察打一体的能力。好，那我们看到了还有这个鹰击21跟东风61嘛，这个超高声速导弹方队哦，就展现了这些鹰击21跟东风17，还有改良型号的东风26D 的导弹。那东风61陆基洲际导弹成为最大的惊喜之一哦。那根据陆媒分析，可以携带超过20枚分导式的核弹头，这打击能力横跨了欧亚。那首次曝光的这个东风5C 的洲际弹道导弹哦，是根据说可以一次的来摧毁10座不同城市跟军事目标，所以现在93的秀肌肉，大家也是看得哇很震惊。好，那当然我们也要回顾说，有一位叫做钱学森哦，他其实呢过去在美国1955年的时候，美国政府是将他驱逐出境啊。那他回国之后，就立即说服了毛泽东，让他着手建立一个现代武器的体系。那随后中国就试射了首枚的导弹。好，他当时怎么讲呢？他说我那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怎么不行啊？我说外国人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吗？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吗？好，所以回去之后这个力发图强，所以他研制了飞弹。好，那我们再看到的是战机满载弹药展开加油再打弹的一个训练哦。所以看到这画面上面这是东南某机场空军航空兵某旅数架战机起飞升空，就开展了空中加油之后对地突击的实弹训练。那歼16跟运20精准的对接这加油完成之后，迅速脱离，直扑目标空域，精准命中。那大家也看到了，现在对岸就是中国大陆，他们在这个部分空中的部分也很厉害。好，那当然还有他们的国产新型雷达这一次受阅的4型16部装备都是中国大陆国产新一代的机动雷达。好，你可以看到外表上是好似覆盖的一层龙鳞，能自动展开撤收，实现快速远程的投送。那这灵活的机动部署也具备较强的独立作战方式这是画面带大家再看一次。好，那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状况，是不是美军也很怕被追上呢？我们看到美国有一个新型的叫末日指挥机首次飞行。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是叫E4C已经于上个月完成了首飞，将接替的是旧型的E4B，成为新一代的核武指挥机。好，主要承包商内华达三脉公司从大韩航空购入商用波音74781型的客机，再进行改装的。
好，但现在川普居然又闹乌龙了，闹什么乌龙呢？我们带大家看这段影片。Okay, Will, you go ahead. And I'd like to leave you with this gift from a constituent back in Tennessee. Oh, I could use that at night. It's an American flag. That's very nice. I like that. Thank you, Mr. President. Thank you very much. That's very nice. 好，这个不失尴尬的微笑 ，very nice。好，它其实是一个国旗，是美国国旗啦，但他以为是毯子哦，所以还说我晚上可以使用。好，旁边人当然就是笑笑的哦，那他才意识到哇，美国国旗哦，那也必须只能跟美国的这个众议员约翰罗斯哦表达感谢。好，不管如何，我们现在看到的93阅兵哦，确实让蛮多国家都很期待，尤其美国嘛，美国媒体现在讲了大白话跟大实话。好，我们先问大使。我想这次中国大陆的这个大阅兵啊，所有展现的装备，我到今天我都还看到西方媒体还在那边讨论。那对于美国人来讲的话，美国人国防上最大的梦魇啊，就是他的本土被攻击。因为美国一向认为它是怎么讲，它是天选之国，它又有大西洋，左有太平洋。他只要让这些怎么讲呢？这些外敌啊，阻绝于海洋之外的话，他这个国土就万无一失，高枕无忧。所以他的所有的防卫战略就是不让外国的这个军队能够对美国产生任何的怎么样威胁。所以他甚至把他的防御的第一线都推到哪里？都推到别人的家门口，甚至推到别人门口国土里面去。所以美军在海外有这个800个基地。在欧洲的话，事实上他在德国有35000个军队，在欧洲很多北约国家都有美军，他们不是在防御欧洲国家，是防御美国。这个概念我们要很清楚。那在亚洲的话，就有所谓的3岛链、2岛链、1岛链，没有一个是他的国土，都是在替什么？替美国看门，替美国做防御的。所以呢，这个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为了美国国安在服务。那可是这一次中国大陆这一次的这个军演，尤其在装备部分让美国人最震惊的就是说，他已经没有办法怎么样，我阻止中国大陆对美国本土的攻击，而且这个攻击是毁灭性的攻击。那就是譬如说啦，这个东风5C，这是一个超级大型的这个所谓的井发式的，放在这个发射井里面的一个这个洲际弹道核子弹道飞弹，它可以打到美国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那美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幸免。那这次又出来了东风61，这个东风61是东风41直接跳上来的，那它这个也是怎么讲呢？也是可以打到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而且它的末端尾端的那个最后的时速是最少35马赫。也就是美国它有再强的防御力量，它挡不住这几款武器。那如果这个几款武器都带了这个核弹头的话，美国国家会被毁灭。那现在美国也没有，也是怎么讲，坐困愁城，没有对策啊。你要跟中国大陆翻脸的这些武器打过来的话，就是你美国的毁灭啊。那这次还有一套叫巨浪3，巨浪3有一个洲际弹道飞弹，它是在核子战略潜水艇里面打，它是属于核子攻击的时候的确保相互毁灭的第2级，也就是我这些陆基的飞弹我都用完以后，你还有些地方还有反抗能力的话，对不起，我这个巨浪3还会出来。那谈到钱学森钱学森是美国同意他回中国，他不是被驱逐出境的。当时中国大陆为了要营救钱学森，因为他被美国政府软禁，因为他很想回中国去贡献他所学。所以呢，最后的谈判是什么？中国大陆用了11个在韩战的时候被俘虏的美军飞行员，把钱学森换了回去。那因为毛泽东当时讲说，钱学森的战力是好几个师的，所以整个中国今天这些不管东风这个还是这个各种各样的导弹，洲际导弹、中程导弹之父，就是钱学森。所以这是一个科学家救国一个最典型最令人敬佩的一个例子。好，我们接下来问舰长。富比士杂志说，现在中国的武器进入了所谓的认知时代。认知什么？认知、心智、作战力。
新质作战力最重要的，也就是人工智慧、演算法以及算力，这不是只是在于作战决策部分，还有对于装备设计的部分。我们如果说在2019年看到中国大陆的阅兵，它其实还没有完成所谓的核三位一体，所以我们看到的只有巨浪2，看到的是东风31跟东风41。可是我们这一次呢，看到的是核三位一体全部就位啊，也就是无论是惊雷1或者是巨浪3，也就是射程已经比巨浪2来的提升。那另外还有东风31BJ， 已经不是东风31AG 了。那另外还有东风61，这就是刚刚大使讲到的所谓的跳号的部分啊。那不过呢，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啊，也就是说，我们来比对一下今年的这一个东风61跟2019年的东风41，它跳号了。但是它的外形没有什么样的差别，它一样都是8轴的卡车。然后我们画黄框的这部分呢，是它的空调以及管线的部分，其实相对应东风41也是一模一样。白色的这个无论是窗口或者是我们讲到的那个支撑脚架的部分都一模一样。那到底哪里不同？那我们就要从有关于长征的这一个运载火箭里面来找答案了。我们在看这个里面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啊，也就是当我们看到东风41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的承制的公司是哪一家，叫做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那如果我们来看最近所出现的这个快舟11，它是哪一家公司做的？叫做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这两个是同一家公司啊。那而且呢，我们讲说啊，这个快舟11它可以布放各式各样的这个卫星，其实布放卫星的科技水准是比弹道飞弹发射弹头还要来得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它要在正确的轨道上面，以正确的速度飞行，不然不是被甩出去就是落地，或者是撞到别的卫星。所以当快舟11可以的话，东风41那这个它自然可以性能提升。什么性能提升呢？我们刚刚讲的东风41啊，它是固态燃料，所以在这个固态燃料里面，其实为什么跳号，也就是它的射程变得更远。好，我们接下来要持续问彬哥。我想这一次中国大陆阅兵对令西方世界震撼的就是，过去西方一直认为说，就算你们这些就是国家有，不管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你们有数量优势，但是我有科技领先优势，我的科技始终碾压你1代甚至2代，所以你的数量对我不足以构成威胁。可是这一次阅兵，你可以发现，中国大陆在某一些，比如说极音速导弹啊，或是一些雷射啊，甚至一些这个洲际导弹的一些发展状况来看的话，它某一些已经跟美国持有同样的水平，甚至超过它。而且它很多包括结合 AI 啊这些状况啊，甚至感觉它的体系形成比美国更复杂，而且更有效。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美国其实最忧虑的就是什么？就是它在科技上的优势开始消失了，然后甚至某一些优势已经在中国这边出现。那他们自己也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包括这次关税战所凸显出来的，中国大陆只要一卡住你稀土的脖子，你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制造这些高科技产品跟先进武器。那请问一下，美国的制造业早就已经荒废多时，川普现在就算逼死制造业回笼，请问一下，美国的制造业什么时候才能够恢复大量生产这些高科技军事武器的这种时代？恐怕你就算全力以赴，也要10几20年以后才办得到。那现阶段的美国怎么去因应中国大陆这种又有高科技能量又有那个庞大数量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其实对美国来讲真的非常非常困难。而且以美国现在的财政来说的话，如果他想要重新进行这样的一个军备竞赛，美国恐怕必须他的军费要到2兆美金以上，这个是美国无法负担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恐怕要重新思考它的战略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做调整。那钱学森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就是美国当初他虽然他自己也知道钱学森很重要，可能会让中国大陆进步，可是当时他觉得我领先你很多，就算你回去教了中国大陆一点，也没什么了不起，我还是领先你很多。可是现在川普跟美国政府正在犯同样的错误，他们最近的一堆政策逼死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在美国读不下去，他必须要回到中国大陆去。
那你就是把人才赶回中国大陆啊。那你把人才赶回中国大陆去之后，他会不会又再创造中国大陆一个全新的世代？你要知道，这些人本来很多人他是希望留在美国继续他的研究事业，可是现在你把他们全部都送回中国大陆去，那不是自己拱手把优势让人吗？所以我觉得美国正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接下来这个今年在南韩的庆州就要举行 APEC， 所以现在习近平在做一些事情，跟川普有可能见面吗？好，主要是因为川普说好像安排要到这个 APEC 峰会有望要跟习近平还有金正恩两人会晤因为今年在南韩嘛是10月31号庆州，好就有说希望能够见到习近平跟金正恩，但是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认为北京当局认为就是会持续的保持对话，但不太可能会让步，所以美中的贸易谈判这个新立场，在中国的贸易代表谈判之下，李成钢上个月下旬访问华府时期就已经清楚的展现了。但现在川普又出招啦，说这个关键的货品9月8号起要零关税，而且限定对象来受惠他说包含了是黄金、镍、石墨等金属，那也扩及特定的医药、化学物、化学品还有矽胶产品、树脂等类别，则是取消了零关税。好，那我们也看到这些刚刚我说到的都是美国无法自己制造，但是中国已经限制出口了。所以现在这个中国已经限制出口情况之下，有没有可能美国还有优势呢？确实大家也是很好奇，必须要再来进行观察。但是川普现在也以飞机零组件反制中国大陆稀土的禁令。那俄国的副总理他也有这个说法，他说俄罗斯已经准备好要向中国宽体飞机来提供零组件，包含复合材料、机翼跟重型的发动机，代表中方在美国产品的选项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选择。那川普现在跟印度的关系也很微妙，我们最新看到这个川普对于印度又改口说，我们其实一直都是朋友，还说印度跟美国的关系特殊，无需担心那我们就看到莫迪其实也说谢谢好，但是他的这个行动已经表现了，他缺席了纽约联合国的大会那《纽约时报》则是认为说，川普现在蛮力的外交反而促使印度倒向中俄。这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授 White 他说的他说川普很喜欢把盟友逼到墙角，那借此迫使对方让步。那他成功让莫迪妥协了，那也可能让美印关系留下持续的伤痕。好，那另外一个大学的教授是雪城大学的经济教授，则认为觉得印度觉得美国不是非常可靠的伙伴，所以正在向中国靠拢，这也是权宜之下的友谊。好，那印度也宣布说要建造核动力的航母潜舰购买2套的电磁弹射系统那印度国防部长曾表示，未来还会建造更多。看来他们在战略自主上面相当有信心。不过美国到底现在还有谁相信呢？我们先看到最新的讯息是日本这里，石破茂NHK 报道说，他为了避免自民党党内分裂，走向分崩离析的悲惨结局，所以决定辞任首相一职已经登上了微博热搜的第1名。好，会不会牵动整个局势跟他们国内的发展呢？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目前还没有援助阿富汗的地震这已经发生1周了，所以美前官员也是看不下去，说美国无动于衷，前所未闻但是对比中国大陆这边已经送了2架运20的物资过去。好，中国援助阿富汗首批的救灾物资已经开始起运了。好，现在的这个氛围这个川普想要碰上习近平这件事情，不知道在10月底到底有没有可能机会实现？我们来问大使。我觉得几率不大，因为韩国这次他没有派人比较高层的去参加中国大陆的阅兵上一次的时候，中国大陆阅兵的时候，朴槿惠还亲自参加，所以这个 APEC 峰会的话，事实上的话，这个我觉得习近平会不会去参加，这还是一个还在发展中的，没有说他一定就会参加。那可能派李强去参加。那其实川普他基本上他不是说只要跟这个习近平见面，
他是希望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因为这件事情不是说见面的问题，见面在多边场合还有别的机会啦，还有G20的峰会都有可能在场边会谈。可是这跟川普他可能比较想要的这种到中国大陆进行正式的访问，由习近平的邀请正式访问，那个两个意义不太一样所以把这两个混起来谈，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把他的原意，把川普的原意给扭曲了。那其实李成钢这个新的态度其实也不是新的，其实基本上是川普2.0以后，那么他对中国对全世界的这个贸易开战以后，中国大陆的一个一贯原理就是那么这个要谈大门敞开，要打奉陪到底。所以当时是美国先怎么样？美国先让步的，因为当时已经把双方的这个关税已经提到100多了，美国是154，中国好像135。那中国大陆那个时候的商务部就说，他说我们也不会再加，已经没有意义了。你关税到了100，到了50，双方就不会有贸易量了。你加到200、300没有意义了。所以中国大陆对美国是丝毫没有放松，那现在也不会放松。那反而就是说，中国大陆，我觉得你可以看它内部政策，其实它正在加速对美国这个市场，还有美国的一些产品的依赖性。除非必要的话，我想它会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会尽量的疏远。因为事实上，在川普1.0的时候，中国大陆大概将近20%的外销产品都进入到美国。那么在这次这个川普2.0贸易战开打的时候，中国大陆大概对美国100块钱只卖到14.6块钱的东西到美国去，所以中国大陆一战分散市场。那最近它也在降低对美国产品的这个依赖，比如说像这个 H20，这个是 AI 晶片，这个辉达的重要的销到中国大陆厂晶片，中国大陆政府就通电，第一个他们的公务机关是绝对不能买。他也叫这些相关的这些私营的公司私人公司也尽量不要买，因为它的安全有问题，那么可能有后门程式。所以事实上倒不是美国要跟中国大陆切断，而中国大陆事实上在降低跟美国的这个经贸的相互依赖，把它的市场多元化，它的货品要不然就自力更生，要不然就是向其他的市场去寻求。所以我觉得美国再对中国再硬，那么可能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都没有什么改变，你怎么对我，我怎么对你，大概就是中国大陆。你尤其看了这个大阅兵之后中国大陆在国防上这个根本无惧于美国，所以呢，对美国在贸易上的话，世界那么大，那么中国大陆在美国的2轮的贸易进攻之下，中国大陆今年很可能这个经济成长率还是5%，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川普认为对中国大陆施压有效的话，那他过去的经验应该也证明是没有效的。是这个中国大陆看起来这个底气越来越丰厚。舰长，印度的国防部长说要跟美国买2条的电磁弹射系统，这就开始搞笑了。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福特号，我请问一下，我们的观众，你想一想，在之前这个红海最危急的时候，福特号有前往吗？没有。为什么？因为福特号它的电磁弹射目前只完成了 IOC， 也就是初始作战能力而已，它没有完成 FOC， 也就是全作战能力，它并没有到达。结果现在印度要去买，这就搞笑了。为什么？因为你跟一个发展还不完善的国家买一个发展不完善的一个产品，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大家可想而知。更不用讲，你印度有新质生产力里面所包含的这个锂电池吗？你没有，那你有办法储能吗？你没有。所以我们这样讲印度又开始做一些傻瓜盘算了。那另外我们讲到人与人交往之所以最可贵的就是当你需要援手的时候，那人家立刻的雪中送炭，而不是搞这个叫做锦上添花。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阿富汗就是如此，而且阿富汗已经不是第一次震灾了。在2023年10月15号的时候，解放军同时也是
派出了运20的这一个运输机啊，这是去年在珠海航展的时候我拍下来的照片。这一个运20它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模组，那它有伞兵用的模组，还有这个人员运输，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上面有一个一个椅子，这人员运输就是一般乘客的这个模组，通通拆掉之后，也就变成直接的运输模组啊。而且中国大陆援助这一些任何国家所发生灾难也不是第一次啊。我们看到现在这一张啊，也就是东加王国，它在2022年1月15号发生这一个复合型的灾难的时候，也就是火山爆发，然后再发生海啸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就是071的一个综合登陆舰。大家以为它肚子里面带的是什么？它带的满满的都是这些物资，而且它这里面物资上面告诉了东加的人民，其实四海皆兄弟，万里同日生。这个也就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其实它的一个兵力投射，并不是攻击他国，而是别的国家需要的时候，它首先伸出援手。那另外我们看到今年缅甸发生地震的时候，解放军也同样是如此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在93阅兵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已然成为那个全球南方的团结核心的最重要理由。好，最后我们来问斌哥。其实我觉得就是川普现在当然他想要跟习近平见面，而且想要很风光的去北京由习近平接见他。可是我想在中美现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恐怕不是这么容易实现他的一个想法。那当然，他如果要用飞机零件这些东西去要挟中国大陆的话，实际上中国大陆的军用武器方面，他早就已经不依赖美国零件，他知道随时都有可能被断头的危险。他主要应该是指这些商用的这些飞机的零件。那可是他过去为什么要跟美国啊、跟西方采购？因为便宜嘛，简单，你们有现成的东西我就跟你买就好。那现在他去卡住，一方面不要说俄罗斯要提供了，那你不给他这些零件，那你就是逼中国大陆自己做。你觉得中国大陆自己不会做这个东西吗？所以我觉得我有的时候不知道他们的想法到底是什么。那川普对印度也是这样，每次都搞这种极限施压的游戏，然后讲完之后又突然说，哎，我们还是好朋友啊，我们大家还是彼此之间好得很。那莫迪当然人家叫老仙嘛，不然你就要把他当老狐狸还是老仙，不管怎么样啊，你要变我也会变啊。我们大家都反正这个场面上都是嘻嘻哈哈。可是我想，印度深知美国不可依赖，他如果倒向美国会有很大的危险。所以我想，印度过去本来就这样，未来也是一样，他一定就是在这个中俄跟西方之间，他会取得一个相对对他自己有利的平衡点，他不可能完全信任哪一方面。刚刚5点钟最新一场记者会发生在日本，赖总统上任1年3个月了，那这一位是上任不到1年的日本首相石破茂，刚刚在5点钟记者会已经宣布请辞了。那当然是因为他如果不辞，理论上明天马上就有各种党内的联署的名单，感觉好像我们立法院的既视感，但不一样，因为他是两院都70年来第一次的都惨败，在不是过半的这样的弱势底下，党内的人士就要求他辞职以负责，他直接就先宣布自己请辞。虽然他先前一直说我不会辞，要留下来，像柯建铭一样，但今天他服软了，决定先自己辞职，以避免党内的纷乱。再来看看，同样大家都有内政的问题，在川普的部分，哎呀。出兵到委内瑞拉这件事情呢，引起了委内瑞拉的总统非常大的反弹。其中他更进一步讲，是 CNN 透露的消息，川普正在筹划的方案里头更进一步要对境内哦，委内瑞拉不是只是打海上的这些船哦，境内哦，贩毒集团要发动军事打击。哇，直接这些战机跟这些攻击会打到委内瑞拉的本土吗？那据这个分析里面是认为是对委内瑞拉总统马士洛政权更进一步施压，就叫他自己下台，也要同样的模式吗？那当然，这个马杜罗他没有要妥协，他认为这个根本就是一个暴力计划，希望他尊重美国，也希望以尊重换取尊重，但看起来川普没有打算要这样做呀。那他同时扬言，如果美国真的攻击委内瑞拉本土的话，不管任何形式的攻击，我们将进入武装斗争的阶段。还有川普在
在内部的部分，他说传中俄在列是什么呢？继续川普签行政命令了，最新把非法居留的美国人的国家，就是不管中俄这些国家有居留美国国人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列入黑名单。这个举动呢，这是针对2024的报告人权的概念，不管伊朗、中国、俄罗斯、北韩、委内瑞拉，通通在列。那国内继续也在各种的抓捕行动。抓非法移民的动作没有停过。我们来看一个画面，是南韩他们在当地的工厂，乔治亚州的现代汽车当时在5号发动突袭的时候 ，ICE 的执法人员抓到海边、河边去了，这样大家四处逃窜啊！移民局人来了，就好像是在战时一样。跳进污水池都有，那这样子一个抓捕，还有人钻通风管啊，然后跳污水池啦，那现场逃来逃去啊，哇！但李在明看在眼里，我们韩国人在当地受到这样子的对待，非常的重视。他下令接下来要全力应对抓捕事件，因为其中抓了475个人，有300多人都是韩国的公民。美国移民局呼吁如果这个继续还会逮捕下去，如果继续还有非法移民，韩国的外长说，如果你这样子的话，我们成立应对小组要来应对了有必要的话，他会亲自前往华府进行磋商。那美韩的关系是因此亮红灯吗？先前不是看到李在明跟川普2个人好的不得了，在白宫相见，像哥们一样。但现在现代邮局我们不是都大规模投资也承诺你了吗？却发动这种突袭，认为韩国的电动车的心脏在美国要停摆了吗？那你叫我们投资又是怎么一回事？川普又暗示是芝加哥这里要再加派所谓的国民兵进去驱逐移民啊。他还笑着发布了一张迷因图，我觉得这个总统在美国这种现象真的是只有川普这样搞，没有看过这样的现象。他把自己做成一个不知道要造成什么战争的英雄的图卡，然后说他很喜欢在早上闻到被驱逐的味道，而芝加哥很快将会明白为什么他会被称为战争部。上面压了芝加哥现代启示录这个字眼，到底要干嘛呢？传出来川普就是要去派兵前往芝加哥。那芝加哥所在的伊利诺州的州长就批评了，一个美国总统居然威胁要向美国城市宣战，这不是闹着玩的。但这个画面的确迷因图就是这个味道。其中川普因为派兵进驻华府引起的争议实在还在延续，因为现在已经宣布到12月，延长到12月的，因此数千人涌向白宫去抗议，要求川普现在必须走了。自由华府，抵抗暴政，那连国民兵也很多的士气不振，或是怀疑自己人生我到底在干嘛的现象，也持续的发生当中。那么川普继续没有要停看起来就算有这么多的抗议，他还要继续升级这种抗议行动。其中麻州马上要往麻州这里发动移民行动的打击行动。这一位市长是波士顿的台裔的女市长吴尔，也会批评他说，公开的推行庇护政策。吸引窝藏罪犯，所以立刻要往这里来做打击吗？杨老师，是石破茂宣布辞职了。他在去年9月的时候上台，他选了5次，终于选上。后来是因为自民党他内部的贪污，造成派系公开解散，这是极大的一个贪污腐化。然后呢，他上台之后8天，他就宣布众议院改选，结果输了，变成了就是少数党。495席当中，他只有219席，这当然嘛，问题不是石破茂，是你自民党的派系，尤其是安倍派，尤其这些右翼，那就是拿钱贪污。可是呢，因为他是这个首相、总裁，宣布取消就是这个举行改选，然后呢输了，所以责任是他。然后参议院又一次这个情况，那当然他如果不辞，就可能自民党分裂。所以他现在辞掉，可是这里面我们得到一个教训是什么呢？他少数党的时候，他在政策上，就我们上一节讲，他吸收了反对党的意见，立宪民主党有关于一些政策，甚至国民民主党的一些维新会的一些主张，他都把它吸纳进来，变成他政策的内容。所以他虽然是少数党，但是呢，他能够去折冲妥协。赖清德，你要去学习。你不是很喜欢日本吗？然后呢，美国的这个南韩的工厂其实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
这个电池厂，它为什么这么高比例要从南韩引进非法的劳工？因为你要照程序来取得合法的身份，不可能。所以呢，然后用当地的技术人才不够，工作的态度跟团队合作的精神，显然又不是能够因应这样子的一个厂，尤其是南韩他管理的这样厂。所以川普现在希望供应链回到美国，你看到一大堆的投资，汽车、半导体、电池，或者是韩国的、日本的、台湾的去，现在问题会很多哦。如果你不让这些劳工在做的话，你当地的技术人才够吗？然后呢，你整个团队你能够因应这样子变化、竞争又这么卷，从内卷到整个国际竞争这样子的一种产业链的变化吗？那成本不断的就变高。所以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工业制造链哦，你从这个300多个南韩的就是这个电池厂里面，就可以了解到，这个表面不是这么回事。那至于川普的这个所谓的芝加哥现代启示录，我们现在终于了解了，他为什么要把国防部变成战争部，因为才可以，因为国防部是要防御国家的嘛，defense。那战争部我就可以对人民宣战，不对，他是要对民主党宣战，这个很清楚，他是对民主党掌控的这些大都市，因为都不是他的票仓，但是呢的票很多，那因此呢，他对他动手，也有一些人民期待，为什么？因为当地的治安真的不好，但治安不好是因为民主党执政吗？我觉得部分治安不好很多的原因嘛。你说亚特兰大，你说迈阿密的治安或者好到哪里去？好，所以它其实是在美国的两极化，好，在进一步撕裂美国。你说像是这一阵子就这2天在华盛顿的示威抗议，不得了，数千上万人，没错，因为他们认为川普其实让这个城市感觉更肃杀。因为如果你去美国，你就知道，其实有些地方你明知道什么时候以及哪些地方可以去，以及可以怎么样，很清楚的。但是你现在用军队的进来，用战争部进来，其实你是进一步的在撕裂美国，让美国进入到两极化。我觉得对美国的再次伟大也没有帮助的。大中老师当然是伟哉川普啊，他全球经济开战，然后在军事上面，委内瑞拉直接准备要去攻击人家本土吗？打掉人家一艘船，硬说人家就是要来贩毒的。那国内也一样，四处点火，四处要派国民兵去进驻。我觉得主要川普就是他有一个很中心的理念啊，就是第一个是希望对内塑造出他是很强硬的铁腕的形象。不管针对那些国外的导弹者，或是国内的非法移民问题，他是个硬汉。那第二个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是，还是美国的国土安全部跟 ICE 移民执法局去突袭南韩在乔治亚州2家大企业的合资的工厂，是生产电池在制造之中，而且这个是大的生意哦。当时这个乔治亚州州长是很称赞的这有史以来我们的最大的外资70多亿，未来要带来多少的工作机会。大家不要忘记，李在明是哪时候去白宫的？8月25号，这个行动哪时候被批准？因为他已经筹划已久。8月31号，这个就是川普。我觉得川普是一个怎么讲？他有很多的，他很会利用这样的一个姿态去去创造出更多的谈判的筹码。因为怎么说？因为我们都认为说，好像韩美之间的贸易谈判结束了，其实没有。到目前为止就是架构协议，而且里面很多的蛛丝马迹。魔鬼藏在细节里面，因为大家都说，不是已经3500亿的大投资吗？韩国承诺的而且1500亿跟美韩之间的造船合作相关，好像是很棒、美好的结束。没有，根据美国媒体跟外媒的报道，其实里面韩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很有把握很多的细节，比如说在8月25号，这个李在明进了白宫之后，看起来大家看到这个画面里面是谈笑风生，那李在明很厉害，很会恭维川普。但是其实媒体报道说，其实本来美国希望说，在2个领导者会后的文件里面，要把这3500亿怎么运用，不是只有概略式的、原则式的，要很多很多的细节。但是韩国其实最后并没有。
那后来即便是韩国说我还要再增加更多的投资，但在这里面有个关键点是，有媒体报道，川普很坚持在韩国的这个大投资里面，美国要占有90%的获利。那这一点被韩国的这个官方目前是基本上是驳斥说不太可能。第二点，大家不要忘记，在李在明跟川普会面的过程当中，川普又提出一个驻韩美军基地分担的问题。对，还有他特别讲到说，是土地的这个所有权，而不是这个分配这个分担而已。这个让了李在明就不用回国了。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很典型的川普的突袭。通常在这种元首峰会之前，应该是大家都已经谈得差不多，可是没有。在众目睽睽之下，川普提到这些议题，代表什么？川普还是希望在后续的美韩谈判里面，韩国最好要听一点话。因为这次的突袭大家会觉得好奇怪，怎么镜头里面几百个人被逮捕？其实。这里面可能有2种人，一种是韩国的职员，可能是从本土到这个工厂里面，他可能拿的签证是 B1， 或是台湾非常熟悉的 ESTA 这种短90天之内的赴美的电子签证，他在韩国可能企业有点是在走一个比较取巧模糊的地带，但这些职员到了现场里面，可能还是有些他的任务啊、工作啊。另外也可能有些人士，就是川普，因为川普马上在媒体里面讲说，你们的工作不符合你们签证内容，这就是在对南韩施压。下一步，韩美之间还没有那么单纯，我们可以拭目以待。经贸谈判后续，我讲最后一句话，对李在明而言，他现在承受到的是高度的政治风险，因为老百姓反对党会说，好像你同意了几千亿的大投资。众目睽睽之下，韩国包括公民在内被上铐、被逮捕啊。对，洪庭，所以比起日韩，我们本来国内在看说，至少日韩是谈的比台湾明确的，至少像石破茂他们的团队争取了一些条件，而且也公诸于国人，我们都还认为哇，比起台湾人清楚啊、透明、有效率多了。但如今石破茂仍然在国内面临下台的命运，而台湾现在还是一样什么都不知道。我觉得石破茂的这个决定的主动，其实当然有他们自己自民党内部的一些问题，因为包括菅义伟啦，包括小泉啦，大家对他的这个在这个整个关税谈判中的过程，那当然很多人都有怨言。而小泉能够当这个所谓农林渔产大臣，也是因为石破茂一开始的农林渔产大臣出了很大，在关税的这个谈判之中出了很大的问题，讲错话，所以他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但你可以看到，就我自己在看，我觉得日本跟韩国的处理都比我们台湾好啊，好很多啊。结果反而现在面临到压力的，反而他们2个比较辛苦。那自民党这边，我觉得大家就是接下来来看，接下来到底谁有机会去接棒？比如说，是不是有可能是高市早苗啊，或者是林芳正啦，或者是小泉啊，或者也有人提到说，以前在做这个经济安全保证大臣的小林英姿。这几个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选项，但是回过头来，我觉得我看川普，我比较喜欢用目的论来看他。我去年有陪蒋万安一起去波士顿，有跟 Michelle 见到面。哦，这位市长，我最近在看他的 IG， 发现一件事情，可能很少台湾人知道，9月9号是波士顿市长的选举。9月9号是波士顿市长的他的非党派初选，也就是第1次的选举。是，所以我在看他的 IG 一直在 po 说要投票，然后你现在又看到川普在打击这个所谓的这些动作，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川普在发动贸易战的时候，他很清楚很多的民众会因为 inflation 会因为通货膨胀这些受到压力，所以他的支持度会往下掉。可是他在什么？他在治安上面，他开始强调。这是民主党过去最弱的，因为很多人现在美国人坦白讲，很多美国的城市治安真的很差。就算是民主党执政的，他们也会认为说，川普这样子的一个大手笔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他们要的。那对委内瑞拉，他就是强调毒品。那我刚刚跟大中老师的看法一致的，就是韩国。韩国这个很明显，你可以看得到，就是他是用所谓的他的公民，然后你看300多个韩国公民被抓，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签证不符合嘛。所以川普其实是在告诉李在明一件事情：你不要阳奉阴违，你要直接投资就直接投资。可是我们观众朋友反过来看，就是为什么韩国不让他们的人直接在美国被聘？因为成本太高。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发动这个贸易战，然后硬把工厂搬过去。每一个国家其实还是有所谓的成本考量的问题。生存之道啊。对，所以韩国就采取了这种阳奉阴违的方式。可是川普马上就抓你
就是告诉你说，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要的就是你直接投资，你要聘人就直接来美国聘人。所以你看，300多个公民被抓，不像是我们以前看到什么墨西哥移民啊或什么的，最大的原因就在这，就是上有对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可是川普在这上面，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他透过施压韩国，跟透过对李在明这个动作，告诉全世界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答应来美国投资的。你们全部都不要给我装傻，我就是要你们直接进来。那这是他很有目的性的动作，所以你看这几件事情，他的目的性都非常非常的清楚，要不就是为了选票，要不就是告诉全世界我的秩序你们要 follow。就是给大家一个启示，你以为拍川普马屁他开心，然后好像谈的比较好吗？那可不一定。那谈不好的人呢？看看印度，印度当时谈的不好嘛，就是川普不开心嘛，所以50%的关税压下来，印度硬干，那就说我们决定对决了吗？各种的抵制行动没有在客气，甚至在上合会之后，悄悄的出现了一些改变。当莫迪前往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跟习近平大家一起同台的时候，风向变了吗？川普呢，他公开的在 Truth 上发文，印度跟俄罗斯已经倒向最深层跟最黑暗的中国大陆，那个时候是5号的时候发的。结果呢，当天又在社群上，这个是 S 上面的发文了，又改口了，永远会跟印度总理莫迪是朋友。我只是不喜欢莫迪目前所作所为，有一些行为他不喜欢而已，但永远都是朋友，我没问题，别担心，我们会解决这些问题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莫迪还是可以回头啦。所以莫迪只参加上合会，不去阅兵，是不是也有一些平衡之道呢？莫迪立刻接球，他也送暖用 S 上回应。感谢并完全呼应川普关于2个人亲密而且私人关系的言论。哇，那这样美印关系就不用决裂了吗？所以跟川普的交手，你以为好吗？那不是真的好。你觉得不好吗？你硬干吗？看起来反而是春暖花开，柳暗花明又一村吗？印度媒体说，莫迪因为关税跟川普疏远，甚至可能考虑不参加联合国大会，这是美国办的但现在看起来是还都有转圜。印度财政部长则说，美国叫我不可以买俄罗斯的原油吗？没有，我们从哪里购买石油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不是美国来决定，要符合我们国家利益最重要。所以毫无疑问，我们会继续买。那所以现在美国各种的出招里面，到底要针对什么呢？又是这种你跟我比较好，然后对你比较好，哎呀，私人关系差别不一样。像他这个行政命令又签下来，最快从8号开始。就要对跟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呢，就是跟我好，我们谈好了的国家呢，提供部分产品的关税豁免。这里面包括了像他们美国可能比较需要的镍啦、黄金啊、特定农产品、飞机零件啊、药啊等等。但特定的类别，那可能你可以免关税、零关税，就是说跟我好谈下来，就是棒子跟红萝卜我用了这个部分，你还是有机会，我们好好谈。但是呢，对于中国大陆的贸易谈判的部分，延长了90天之后，这个对话模式悄悄的产生了转变。华尔街日报报道的内容分析认为，美中现在的首轮谈以来一直没有进展是北京的战略目标确定了，叫做上演新剧本，我们会持续对话，不可能让步。所以近几次谈了半天，几乎没有实质的回报。也就是说，寸土不让是大陆的这个谈判策略的话，那美国要让吗？美国能怎么谈呢？而川习会，大家在看到底什么时候会是见面的时间点。CNN 的报道认为，正在悄悄筹划参加川普10月底的 APEC 领袖会议，但也有各种报道说，习近平可能不一定会参加，所以有没有可能到时候川普在这里跟习近平进行双边会谈，全球都在关注。但美中能源攻防战没有停过像中国大陆通过中俄能源协议挑战美国能源主导的地位的时候，日经亚洲就说了现在看起来以中俄西伯利亚的实力的天然气管道协议等等，威胁美国全球能源的动能所以福斯新闻网就有主播直接很直白在节目上公开的讲如果这样的话，你们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结合这么深，我们说不定川普普京正在铺设一条通往中国的大型管道，为中国提供15%能源，这件事情他们说不定会有，我们直接帮你炸掉，像北溪天然管道一样轰炸掉这条管道就好。言下之意是说，先前被炸的欧洲的管道谁干的呢？这是不言而喻。美中晶片角力，马上
立法 AI 晶片供应，说美国要以本国优先，包括辉达各种的限制，虽然要给他抽15%的分润呢，还是照样硬干。辉达回应，法案会限制使用先进晶片的全球竞争力。华为则是回应，哎呀，不依赖美国技术，中国早就可以自产，包括7奈米的晶片，完全都在掌握之中。而美国众议院报告指出，五角大厦资助大陆数百项的研究吗？这些项目总额超过25亿元，涵盖 AI 等等的啊。那既然研究是基础性的啊，也不受控，也不受保密，就应该保持开放。所以到底要合作、要分开，还是要对干？看起来川普的政策是还在各种的调整当中。杨老师，接下来这2-3个月哈，我觉得在整个关税面呢，又开始要去推动，所以各国现在会面临到很大的这个压力。那美国也要去检视说，它是不是真的能够在过去这种高压之下所得到的这种关税各国的退让，能够真正去推动。另外一方面呢，中美之间先要展开第一个关税谈判，也就是真正有意义对等的关税谈判，还是在中国跟美国之间。那现在才开始进入到深水区。第二个，是不是10月底在 APEC 的高峰会、首尔高峰会，川普跟习近平能够见面？那这个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刚才讲的关税谈判。那你这个时候就看到，中国在现在的这些战略上、外交上是有策略的。他到现在没有100%讲清楚是否10月底的时候，习近平会亲自去，这就对美国产生了压力。也就是说，你如果要跟我见面，这个见面当然就等于是敲定要很多事情。如果今天只是派李强去的话，那我们就有的谈有的拖。但是现在谈跟拖不一定绝对有利于美国，反而是有这个对美国会产生冲击。因为中国的市场、中国的制造、中国的稀土都是美国不可或缺的。那他就给你拖，他就给你管制，那你还能够撑多久？所以这2点。那第3点就是在上合会跟93阅兵之后我觉得全世界其实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中国展现了他的外交、军事的实力。他已经跟你美国可以是平起平坐的军事强国、外交大国。这2天在联合国的一个大会的一个投票，就联合国跟上合会的合作，结果122票比27票通过，美国反对，欧洲国家反对，连续几次在安理会里面也要通过同样的案，结果被美国的否决权给反对，甚至美国反对跟欧洲国家的这种区域组织的合作。所以现在美国这种美国优先变成真的是他都不管盟邦，他管他自己。因此现在你看到美国要采取战略收缩，那战略收缩就军事的层面了，要你这些日本、韩国、台湾你自己增加军事预算，然后呢，他在做战略收缩，他成立战争部，但是要保护好他自己本身的国土安全。所以我讲，其实现在中美的对抗还是继续会下去，会是主轴。但是呢，美国似乎只能打压，很少突破创新，除了在金融或者是比特币之外。然后呢，中国就不断的在做技术自主的突破，而它的出口却不断的增加。一方面是它的产品、它的制造，另一方面你美国也在帮忙它呀，因为你的关税不断的提高，所以这种增长、这种变化，我觉得越来越清楚。那川普呢？其实他国内的混乱，我们上一节看到，我觉得现在的问题，中美之间的竞争，我们一定要看清楚，现实主义才是真正影响国际关系的主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因为从这个川普最近的讲话，大家又觉得雾里看花，对不对？好像前一阵子友谊的小船翻船，那现在川普觉得说可能讲得太重一些，又开始有一些示好，说，哎，我跟你的交情很好。他又回忆到说，大家也不要忘记，今年2月份，莫迪才去过白宫，而且还有很温馨的一个会后的记者会，很好。那当川普释放这样善意的时候，莫迪马上就积极的应应。接球，所以真的很难说，这个50%的这么高的关税，你说未来几个月之内有没有可能川普再把它降低？我觉得机会完全不能排除。那还有一个就是刚刚特别提到这个美中之间我觉得现在对美国来说真正重要的还是这一局美中的贸易谈判的结果，因为对美国来讲不容易。先前已经3轮谈判在
在这个伦敦啦、日内瓦、斯德哥尔摩。那根据美国的讲法是第4轮是在10月底。那现在在后续还已经有一些这个技术性谈判，但真正关键是10月底。所以这样来看的话，我觉得说假设川普跟习近平在南韩的 APEC 会中碰面的话，我觉得那个重要性不如川普直接进中国大陆来的这么高。所以这一切都有待谈判的结果来做安排。那假设川普真正进入到中国大陆去进行所谓的国事访问，代表说目前这一轮的美中谈判谈的结果是符合川普，也基本上对习近平来说是可以接触的。那一切的一切，我觉得有时候国际局势瞬息万变，但是我还蛮同意啦。大概从利益来看，大家可以解释这个蛮现实主义的逻辑，也许可以解释我们看到的国际现象60%、70%大概没问题。但因为现在是川普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不太能够推太远的事情，可能3个月，未来都变化很大，瞬息万变，因为都在川普的一念之间。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觉得印度它对于川普这么样的强硬，其实最大的原因来自于他自己内政的问题。所以印度当他买了所谓俄罗斯的这个石油的时候，俄罗斯的石油在一般市场上，它的市价大概是普通石油的8折。所以印度光是这样子，它一年省了300-400亿的美金。所以如果穆迪不做这件事情，基本上穆迪也会面临到他自己国内的整个通货膨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你看穆迪这次这么强硬，最大的原因在这，而且甚至印度还帮忙干嘛？买了俄罗斯的油再转口卖给其他国家，他不止没有赔钱，他还赚钱，他又省钱又赚钱。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我觉得从印度的角度，我觉得慢慢的整个国际局势会变得有一些改变。最大的原因就是，第一，对美国来讲，美债的问题还是存在着。美债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所谓关税而解决，反而因为川普通过大而美法案，美债的问题更严重。再来就是全世界都在担心总体经济的这样子一个掉下去，所以大家都很希望就是说，川普你赶快把你的关税停下来吧，趁着这一次法院的这样的一个判决，搞不好你可以回头。但如果没有回头的话，整个国际秩序会被他改变。最大的原因在于，川普永远是对盟友残忍，但他对敌人看起来是仁慈的。